邓小平跟陈云之间这些有关政治相会的这种钟摆拉拔，所以江泽民在当初陈云派系，他到底是如何在这些角色上有扮演哪些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关键，可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一下。前面我讲到1990到1991年是陈云派完全掌控经济政策的年代，又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头反和平演变的年代。那么邓小平呢，只能在家里生闷气。但是得势的陈云和失势的邓小平都没有料到，正是陈云派的得意，把陈云派自己送进了困境。听起来很悖论啊。那么陈云派在经济上走麦城，恰恰呢又为邓小平南巡铺平了道路。而邓小平南巡的主要打击目标是江泽民。那么在邓小平的直接威胁下，江泽民就被迫转舵中国的政治气氛，然后才为此一变。那么6·4以后啊，陈云派从价格闯关开始就夺得了经济政策的决策权，然后开始清算经济改革的这个做法，然后实施了一个叫做治理整顿的方针。这个方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那么按照中共计划经济官僚的设想啊，赵紫阳那套削弱计划经济制度的做法被扭转之后，中国经济在陈云派的掌控之下就会稳定发展。他们认为经济不能过热，所以主要的经济措施就要收紧经济活动。然后呢，6·4后不过2年，陈云派主导下的中国经济就陷入困境。1990年开始，在姚依林这个副总理执行的治理整顿的经济方针之下，政府对银行信贷全面紧缩，让企业的流动资金非常紧张，同时还严格控制国营企业的投资，再加上6·4以后外资减少，所以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迅速的恶化，消费疲软，企业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就业困难。我这里举几个数字，大家就能知道中国的企业当时糟糕到什么程度。1990年，全部中国的国营工业，当时工业主要是国营的，全部国营工业1990年销售收入超过1万多亿人民币。但是这十几万家工业企业，1万多亿销售收入，盈利企业的利润加在一起只有388亿。同时亏损企业的亏损达到349亿，也就是说盈利的数字和亏损的数字相抵啊，整个中国这十几万家企业，这个1万多亿的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利润几乎是0，也就是说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亏损的边缘。那么这种局面下就出现了全国经济啃国有银行这种状况。当时中国的金融业是由4大国有银行把持，那么由于财政赤字呢，占用了一大笔银行资金，亏损的国有企业又不归还贷款，因为它没有利润嘛，它哪里有钱还贷款？那么银行就20%以上的贷款都成坏账。到1991年底的时候，4大银行的坏账已经累积到4300多亿人民币，银行出现了巨额坏账，但是中国当时银行坏账准备金几乎是0。那么4大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多少呢？只有1500多亿。也就是说，他把全部自有资本拿出来去垫付坏账也不够。那么这种状态下，银行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一旦出现了挤提存款，金融系统就可能垮下来。因为这4大银行事实上已经严重的资不抵债。那么中共当时是用了各种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把经济从严重的这个经济萧条当中拉出来。那这种困境充分说明一点，就是陈云的这个苏联版的计划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只会把局面越弄越糟。那么陈云那套苏联式经验呢，对走出计划经济毫无用处。更准确的讲，当时中国的经济困境恰恰就是陈云派奉为圭臬的这个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那么当时陈云是号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能干的当家人，这个当家人真当了家了，反而陷入了走麦城的困境。那陈云走
陈云派陷入困境，那政治上紧跟陈云派的江泽民也跟着陷入困境。当时邓小平南巡之后是到了上海的，陈云也在上海，但这两个人谁也不想见对方。知道大势已去的陈云当时懂得，这种时候啊，最好是默认邓小平的精心谋划，甚至呢还得口头上言不由衷地表示一些有限的支持。那江泽民没有料到，虽然政治上好像陈云派的地位很稳固，但是经济上陈云的经济方针却破坏了经济，让陈云派突然的开始失势。那这种局面就给邓小平提供了反击陈云派的机会。那么前台的江泽民就成了邓小平的打击目标。我前面讲过，陈云派和江泽民派斗的时候都是斗对方的主将。那么所以这回轮到江泽民挨打。那在邓小平的威胁之下呢，江泽民的转舵是历经了好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头，邓小平一直不见江泽民，他一直在观察江泽民拿着这个邓小平出的试卷，考试能不能过关。那么江泽民做过些什么呢？江泽民1992年2月24号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一篇社论，叫做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共的报纸这个从64以后第一次正式的亮牌要转舵了，就是这个背叛陈云派，投靠邓小平派。那么3月9号，92年3月9号到10号，江泽民呢又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的要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然后3月11号，新华社就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等于是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江泽民的转舵。那江泽民为了过关邓小平这个考试，1992年的6月9号，特地到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进修班讲话，然后在这个进修班上特地去说明怎么样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需要做些什么，提出来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话讲过去，3天以后，邓小平允许江泽民去见他了。邓小平表示说：“你这个讲话我还是满意的。”这个时候，江泽民才如释重负，算是考试过关，脑袋人头不落地了。